千里刀光影，万里赴戎机。电影《长津湖》汇聚了众多优秀的演员们，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可敬可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形象，让我们能够跟随着他们跨越时空，重回那段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欢迎兄弟俩。大家好，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吴京。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我们请两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电影当中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9兵团26军攻坚一团第7穿甲连连长伍千里，我是他哥。欢迎连长。我是伍千里的弟弟伍万里。欢迎这个兄弟俩，其实在电影当中也为我们讲述了非常浓厚的兄弟情。那我们都知道吴京演过很多军事题材的作品了，但是有亲弟弟的好像还是第一次见到哈。给我们讲一讲，在电影当中千玺演的万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弟弟呢？我说完了，你还敢说我吗？要不你先说也行。那我们请千玺先说。千里在万里心中就是一个非常向往的一个榜样，就是做一个真正的军人的样子。他是你的榜样。对。我觉得万里在千里的心目当中，又像弟弟，又像儿子，又像自己。我记得跟凯歌导演那天拍那个《千里回乡》的时候，原来的千玺的样貌啊，都是很纯粹、清纯、简单、青春、阳光。导演给他披了一个假头帘儿。我当时那句话对白，我记得现在好像昨天我听到了。我看他那个样子，我特想打他，我特想抽他，因为回乡那刻的时候，他拿的石头子打破了我的船上的车灯，仿佛见了当年的伍千里本人。伍千里也是杀了人之后离家出走的，可是经过了大时代、大熔炉、军队的大熔炉的历练之后，伍千里成人了。可他成人之后，我看到了万里的时候，又仿佛看到了当年的那个自己。觉得这个弟弟跟自己太像了，而且自我本人来讲，如果当年我努力，我也现在有这么一儿子。所以长兄为父嘛，所以在戏里面，在戏外，我都把他当成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看待。所以在电影当中有一个见面礼，我听说就是您想出来的是吧？先不剧透，那个是我玩我儿子的时候的那个手势。这个我们一定要在电影当中关注一下。他对，我觉得无论是千里万里，尤其是万里身上，这个孩子还有他自己本人，他身上都有一股倔强的味道。这种倔强也可以说是不服，这种不服也就是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民骨子里那种味道，也这就是千千万万的中国军人骨子里的那股魂儿，不服输的精神。刚才两位讲的是戏里的兄弟情，我们听听千玺说一说，在戏外金哥是一个什么样的哥哥？非常会照顾人，就是暖男，十分温柔的硬汉。对。这个形容准确到位吗？各位导演，认同，绝对认同啊！那金哥呢，在戏外千玺是什么样的弟弟？千玺，我觉得天生是个电影演员的料子，不多话，闷头苦干，能吃苦，不出声，不叫苦，自己承受的所有东西都自己扛，只是为了把自己在镜头前的每一次表演当成他自己的生命中的最后一次留痕。这么高的评价，要不要谢谢哥哥的评价？谢谢。谢谢弟弟。两位挺客气的。那其实，在电影当中呢，两位有着非常动人的对手戏，也会让我们看到一个小战士在战场上的成长。接下来，我们就通过预告片一起来看看电影当中的兄弟情深。我们来看。电影《长津湖》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我们塑造了一个叫千里，一个叫万里的
两兄弟的故事。导演，我哥俩这大眼瞪小眼，需要干点啥吗？你就盯着他就看就行了，这样就挺好。一个是有战力、有思想、有智慧的老战士，跟你说别拿枪指人呢，和他的视野都不超过几尺华里，在江边上玩耍的这么一个小少年，他的弟弟。吴京演千里诗，所以在心理上作为一个哥哥，你可以这样，你可以这样。看半天怎么像万里啊？我这他一直都在招弟弟。没关系，没关系。你要看着我这小孩下来都是勒着眼睛了，变成了综艺节目。易烊千玺呢，他是一个新兵的成长的过程。一个不会打枪的一个笨蛋上战场，那得牵连多少人啊！你把他交给我，是让他去送死。走吧！自然反应，一种害怕的劲儿在这乱打，咚，他打就打住他，你要想帮，但是你不敢做开。在上战场是真兄弟来的，军人是不会有偏颇。我跟他去，士兵，走！抱着对于一个连队的所有人兄弟般的情谊，在异国他乡并肩作战。他们希望和平，但是遇到侵略者毫不犹豫往上冲。为了一个国家，为了一个民族去执行一个信念，是一个兄弟情凝结起来的战斗的故事。来，我们再次有请电影当中的千里万里啊！其实，在电影当中有很多的对手戏，也一起朝夕相处了将近200天的时间，我觉得真的是结下了兄弟的情谊。我们也请2位说说吧，在电影当中哪场对手戏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我觉得就是我拧他脸的那一块儿。啊，就是现场要不要？那不行，这个剧透了，导演不让剧透。我们在电影当中看一看。我当时的时候，我记得是有一场戏，是要可能这个我自己的兄弟可能要牺牲了，临别了，那心理预设嘛，我就在想的是，如果真的我这个弟弟跪在那里，有一个人拿刀要砍着他的头，如果砍不死的话，你要去补他一刀，这一张包子脸，他就在你活生生的眼前的时候。所以没有任何的心理预设，没有去培养感情什么样的，就是自然而然的，你想着这个一个自己的弟弟这样就哭出来了，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觉得是我们在彼此成就，在彼此成就。好的演员就是会彼此成就，给予彼此这样的信念感，也是把生活当中真正的这种哥哥的情谊融入到了电影的拍摄当中。那千玺哪场戏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我比较深刻的就是在入朝前的火车上，万里的入殓仪式，那一场就是万里当时的状态还是江边野孩子的状态，他并不知道战场有多么的残酷，那是他最后保有那份野性的，那还带点纯真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就是做出决定要即将上战场的那一刻。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会为我们讲述这样的年轻战士的故事，也是和我们的历史真实是相同的。当年我们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们就是年纪轻轻上了战场，也是和千玺参演这部电影的时候年龄相仿。千玺演的时候是20岁进的剧组，是吗？所以作为一名青年演员，通过这部电影有没有经历了什么样的风雨的洗礼？其实我们在现场这些这些炸点都是道具嘛，但是如果你真的去想象，其实把我们真的扔在当时的战争的环境里面，你会真的更真切地体会到战争是多么残忍，现在的和平年代是多么来之不易。更加珍惜我们当下的生活。那金哥其实演过很多的军人的形象了，这一次
通过《长津湖》这部电影，更想向我们所有的观众们传递出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可能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年轻人对历史比较陌生。我希望借助这部影片，能够重温历史，明白民族的发展、人民的幸福生活、国家的安全，都是来之不易的。也要向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致敬。谢谢，谢谢两位在电影当中为我们奉献的真情的演绎。今天呢，我们的拿来了一封电影当中的千里写给父母的家书。来，接下来我们就把这封家书打开。我们请千里来打开吧，我来帮你读一读。这封家书上是这样写的：爹娘，万里在我们祁连，他很平安，二老放心，我们马上要出发了。美国鬼子现在对咱们的邻国动手，下一步就是咱们。毛主席给咱家分了2亩3分地，圆了几辈子的梦想，现在有人想把它抢回去，这个不能答应。这场仗我们非打不可。等打完仗，我就带万里回家，盖房子，再给他说个媳妇。请二老放心。随信附上我们祁连还有雷公、梅生、于从容、平和几个战友，有我们在，美国鬼子别想踏上咱们中国一步。此致安康，而千里万里。1950年11月。这封家书当中都是特别朴素的话语。其实每一个战士在战场上英勇奋战，但是在父母的眼里，他们也是孩子。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是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的，所以今天这封特别珍贵的电影中的家书，我们也将赠予中国电影博物馆永久的珍藏。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电影《长津湖》的出品人、总制片人于东，中国电影博物馆党组书记、馆长陈玲上台，有请两位。我们有请于总代表我们的片方，把这封家书赠予我们中国电影博物馆，同时也有请陈玲馆长把荣誉证书回赠给于总，回赠给博纳影业。来，我们有请两位一起来合影留念。谢谢。那我们也请两位今天为大家来公布一个最新的消息吧，于总。8月份电影《长津湖》幕后展将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办，那么我们将让更多的人观众看到，就是我们所有的道具、枪械，我们所有的这个影片中的很真实的这些场景的沉浸式的场景的布展，也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办。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看完电影之后来看一看我们这个不差于军博里边的装备的一次展览。谢谢大家，谢谢中国电影博物馆的支持。谢谢于总，也谢谢我们电影《长津湖》的所有的主创团队们。中国电影博物馆呢，是作为记录和展示中国电影历史、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弘扬光荣传统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所以我们呢，是将把这部影片相关的珍贵的历史资料呢收入馆藏，也是为了传承，为了更好的凝聚和挖掘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版。那么在8月份呢，我们也跟博纳影业合作，在博物馆举办长津湖幕后展，也是要再现电影中重要的场景和创作的过程，让更多的观众除了观看电影以外，更好地了解这部电影幕后的故事，走进电影，也了解我们导演和我们演员在创作过程当中的创作心得，鼓舞和激励着我们把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谢谢，谢谢，再次感谢两位，谢谢，请核心落座。刚才在家书当中，我们讲到有一张全家福，是吧？那今天呢，其实7连的战士们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电影的主演朱亚文、李晨、韩东君以及特邀主演涂军上台，有请各位。谁张乐事一眼就看出来了。我离他们远点，他们个儿都太高，我不知道导演为什么要选演员，为什么要这样选演员？就我最矮。刚才介绍了自己的角色，我问问千玺吧，因为你是这个连当中最小的战士嘛。这4位谁是对你最好的？谁是最欺负你的？最欺负我的就是面前这位。对对对。然后。但其实是用欺负来那个试探你的能力大概是什么样子，抗压能力是吧？照顾4位都其实都很照顾，整个7连都是一个兄弟连，互相都是兄弟。我想所有的我们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们，正是为了捍卫军人的荣耀，英勇奋战，浴血奋战，换来了如今的山河无恙。而今天呢，是8·1建军节，是军人的节日。我们也希望能够这样跨越时空，请各位对自己扮演的角色说些什么吧。万里，你总问7连的兄弟们怎么才能当英雄？其实，当你扛枪上战场的那一刻，你就是英雄，你就是最可爱的人。谢谢各位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角色，也塑造了那些最可爱的人。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各位演员，谢谢你们的倾情演绎。谢谢各位，请回席落座，谢谢。让我们共同期待着8月12号在大银幕上的精彩呈现。最可爱的英雄们曾说：“我们的身后就是祖国。”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我们不能后退一步。抗美援朝战争不仅奏响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凯歌，更锻造出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这就是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这也是电影《长津湖》想要传递给观众的精神力量。最后，让我们再次有请电影的主创们登台，有请各位。我们再次有请各位表达此刻的心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现在我们祖国更强大了，我们更不怕。那就让我们一同发出我们心中的时代强音。中国人民不好惹。
人民幸福日增长，烈士英名千古扬。电影《长津湖》即将于8月12号在全国上映，让我们一同走进影院，铭记伟大胜利，致敬最可爱的人。71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奔赴白雪皑皑的朝鲜，书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辉煌一笔。71年后，中国军人始终牢记初心，不忘使命，用实际行动捍卫着军人的荣耀。时光的车轮，让我们铭记历史，致敬英雄，更让我们看到了人民军队的壮大，祖国的富强。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中华民族是下不倒、压不垮的。朋友们，军人的荣耀电影《长津湖》8·1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This year, U.S. General MacArthur, leading Marine forces, announced war on North Korea. 过了38线，过不过鸭绿江？我跟你打仗去。老大说我们俩把该打的仗都打了，我让你打。那个。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世界上装备最好的美国军队，战斗会非常艰苦，但我们要争取胜利。Where did they come from? Did they fall out of the goddamn sky? 老大，19。给我狠狠地打！今晚最低温度会降到多少？零下40度。内总，你怎么跑呢？进，别进。来，录，开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那现在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就是电影的2位主演吴京、易烊千玺，欢迎2位。大家好。要不要介绍一下电影当中的角色？九兵团26军某部攻坚一团第7穿插连连长5千里，我是他哥。第9兵团第7穿插连新兵战士5万里。新兵战士5万里啊，千里万里这对兄弟组合在《长津湖》这部电影当中备受大家的期待。那其实千玺在生活当中是哥哥，对吧？但是在电影当中演了一回弟弟。你觉得演哥哥更过瘾，还是当弟弟更好？当弟弟好玩一点啊，就是因为这个人物他还有点江边野孩子那种野性，然后就是时不时还捣蛋一下，然后这方面我就是在生活中比较少。就是这是自己的童年没有的一部分，是吧？就是耍一耍，好玩一点。觉得比较叛逆，是吧？金哥讲一讲，在电影当中第一次见到千玺是什么时候？你是说生活当中还是？就拍戏的过程当中啊。拍戏的时候是去年的11月15号，
记得这么清楚。对，我们俩同时进的组嘛，然后我们俩整整在一起，我进组那天他进组，我离组那天我们俩一起离的组，整整180天，整整180天，180天，历历在目，经历了很多，经历了从开始的彼此不认识，彼此的试探，彼此的对手戏，彼此的交往，彼此的信任，彼此的相互依赖，这是一个感情慢慢递进的过程，特别不错的一个小兄弟，真的特别好。半年，刚才金哥在说的时候，千玺是不是也在回忆着第一次见到金哥时的情形？之前应该对金哥有一个脑海当中的想象，觉得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哥哥？我记得我很久很久以前14、15小时候14年、15年的时候，那会儿有一个什么采访，说就是想不想拍打戏，我说想，然后说反正有一个问题就是万一以后跟吴京老师拍打戏，我说那一拳就能把我给打死。我很小的时候说过这么一个，然后没想到现在就20岁真的碰上，所以就是一开始应该是有一点害怕的，万一跟他合作的时候手重了怎么办，是吧？那我这次真踹他了，真踹他了，真踹他了，下得去脚。那我问他，我说踹吧，哥你踹吧，踹吧，我真踹了，踹，去。那个力度是你预想得到的吗？有一点做一点心理预设，但还是力量很大。还是力量很大，震慑力很大，是吧？不仅自己虐，还带着剧组的演员们跟你一起虐。这一次有没有带千玺也练一练？我们2个人就是之前就去新兵连训练了。因为我以前在连队里待过，那这次让我跟着他一起，就是重新接受步兵操练。步兵操演。我觉得导演这么做是对的，演员这么做也是对的。就是你与其去演一个兵，你不如就是一个兵，让所有的武器装备、这些背包、水壶乱七八糟身上所有的军事用具，它不去影响你的演出，不会这儿让你硌着了，那儿让你不舒服了，而是让它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它非常有利于你的表演。所以我们组的所有的演员都是在这样，自己去练枪，自己去试枪，自己把甚至自己的衣服就穿回去，常年的不洗，真的长时间的不洗啊，把自己的装备背回去，到现场直接自己再带上去，就把它融入到自己，变成演员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千玺演的时候也是完全相信了自己就是战场上的一个新兵的感觉。对，就是你不相信都不行，因为身边的环境太真实，所有的道具，所有的火药炸点，就是你非常能身临其境在其中。所以真的上那个战场的时候，就是电影当中拍摄的战场的时候，会有恐惧吗？会有，因为我之前没怎么拍过有炸点的戏，然后这一次基本都是在身边，然后你要跟他们配合，然后要卡时间点之类的，而且你能就特别骄傲有这样的弟弟。我非常喜欢他，我没有想到千玺，就是大家都说他好，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这么好。演员吃苦是应该的，但是没想到他就是闷声不响的，在那里去默默的做自己的事情，在自己的世界里，在自己的角色的世界里面去做自己的那种，享受自己的角色那样的事情。很羡慕他，我觉得他很幸福。活在自己的角色里。你看腿断了几根韧带，继续做，然后到那儿爬不上坡去，把拐扔了自己爬上去。我们都为他感动，我们也都为他骄傲，我们也觉得真的太好了，这个年轻人。那金哥刚才说，就演员吃苦是应该的。其实金哥也在电影的拍摄过程当中受过很多很多的伤，但是也是只字未提哈。而且在这部戏当中也是亲身上阵，根本不用替身。我觉得这种精神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弟弟，是不是？是的，就是跟金哥一起拍戏，就是很多事情、很多行为，你都是那种，就是那种敬业那种精神。
都是能非常真切的体会到。那因为时间的原因哈，两位也都急着赶回剧组，接下来完成我这个最后这个小动作，因为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表情包，来给我们拿上来。最近金哥和千玺都是奥运会场外最忙的两个人，是吧？尤其是金哥的表情包。那今天呢，我们就请两位来自创一个表情包，你们自己来填空好不好？哎，这给我也准备了一个，是吗？好，看看你们怎么造句。写不出来。你先写，你先造。给，我也不知道写啥。备注，备注了。还有笔吗？有笔。那我写。哎呀，写不下，我也写不下去啊。这是造句。行不行？哎，挑个人，挑个人。挑个人。怎么还有什么？还有签名的是吧？还是有爱心的呀？这是留痕，留痕，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留痕。来，先看你们的吧。哦，这个送的是奥运祝福啊！来，中国奥运健儿最自己填我填上了，给大家还有无限的，我填上了。中国骄傲，有中国奥运健儿最骄傲。有同款表情吗？同款表情。那我的就不是关于奥运的了，是关于长津湖的了。我写的是长津湖每一个中国人必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铭记这段伟大的历史和胜利。好，这个表情包我们留作珍藏。最后呢，我们给两位准备了一个互送的小礼物，你们看到应该会会心一笑啊。首先我们请千玺，这个给千玺的是吧？千玺要送给金哥的礼物。哎呀，怎么样？管够吃？够。绝对够啊！而且还真是冻的，是硬的冻土豆，是冻的土豆是吧？哦，太用心了。这为什么要送冻的土豆？你也给大家稍微讲一讲。因为在我们去到最寒冷的地段的时候，有一部分戏就是讲我们靠什么去我们吃什么。有时候会吃那个草根，啃树皮，然后含石头，然后有一个土豆已经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个补给用品了，然后当时我跟哥哥就是有一场互相让土豆的这么一个戏。那场戏特别的温情和感人。怎么样，哥哥要收下山里的土豆，带回去。那个土豆是从哪儿拿出来的？从哪儿拿出来的？导演没喊咔。我是从嘎着锅底下拿出来的，他就咬了一口，但是我说什么味儿？他就接了一句话：“我们在没有预设的情况之下，我们就继续演下去了。”这是完全是即兴发挥的一段表演。对。大家看过之后一定会觉得非常的经典的一段这个对手戏。这土豆拿回剧组呗，一会儿炒盘菜怎么样？跟大家分享啊！来，这是我们帮金哥给千玺准备的，千玺看看是什么？老北京人都知道是什么。炸糕，是吧？喜欢吗，千玺？行，谢谢。正好饿了。金哥喜欢吃吗？从小就吃。从小就吃。这是北京孩子共同的童年的回忆，是吧？我们希望大家通过《长津湖》这部电影能够走进他们两位为我们演绎的兄弟情，更希望大家能够铭记这段伟大的历史，也向我们所有的抗美援朝的英雄们致以敬意。再次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谢谢。接下来赶快赶回剧组吧。再见。好，快走。快走吧。辛苦了。没有。